司马炎弑君篡位，建立西晋，成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所谓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结果在其身后1年不到的时间，皇族内乱，自相残杀，江山社稷分崩离析，司马懿祖孙3代基业毁于战火，史称八王之乱。之后外族趁虚而入，华夏文明遭到前所未有的大劫难。部分史料和学者把八王之乱的乱源归结于妖后贾南风的干政，认为是他搅乱了西晋的政治，是引爆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南风烈烈吹黄沙，遥望鲁国遇嵯峨。前至3月灭汝家。历史的真相果就如此吧。前面2期视频我们提到晋武帝司马炎即皇帝位的前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胞弟司马攸的夺嫡威胁，杯弓蛇影，疑神疑鬼，对宗室甚是忌惮。相较之下，在武帝心里，他认为后党外戚对自己的威胁会更小。两害相较取其轻，遂在武帝晚年时期开始有意拔高弘农杨氏，特别是皇后杨芷的父亲杨俊，更是受封临郡侯，临于晋室，深受武帝独宠。杨俊这个人，《晋书》里评价他骄奢淫逸，庸可免乎，甚至连大唐皇帝李二在治武帝纪的时候，也斥骂他为豺狼包或心以专辅。在杨氏3公中，2个弟弟杨尧和杨继都是灭吴的功臣。灭吴之后，西晋进入太康盛世，武帝开始怠惰政事，沉溺酒色，扬车寻衅。而这时期，经过齐王救国一事，原有的氏族集团遭受打击，此消彼长。在武帝的提拔下，后党杨氏开始抬头。但至于武帝为何在杨氏3公中选了个品行能力最差的杨俊，这个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也不曾得知。私以为可能就只是单纯的皇后父亲的身份，外加杨俊没有子嗣，这2点上让武帝觉得构不成威胁吧。当年尚书楚堆和郭毅看不过去，上表斥责杨俊为小气。时帝委任杨俊，亦表俊小气，不可任以社稷，帝不听。武帝早已铁了心要拔高外戚，去抗衡宗室和元氏族。随着贾充的离世，西晋朝野一时无人与杨氏抗衡。太康10年，宫内连续冒出多起火灾，右军都诏修上书，此为天象示警，借机弹劾杨氏3公。王莽5公兄弟相待，今杨氏3公并在大位，而天变屡见，臣妾为陛下忧之。可能武帝也察觉到后期势力过于膨胀，便在太康10年末开始玩平衡，加强宗室的力量，采取平庸屡犯过错的皇叔汝南王司马亮，就此开始冒头。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都豫州诸军事。司马亮也成为了整个西晋朝官衔最高的宗室皇族，后期更是身为皇族宗室里的宗师。武帝晚年自觉深谙平衡之术，拨了2股自认为容易把控的力量，但却在最后时刻直接给玩脱了。武帝低估了杨俊，他虽无子嗣，但却是有大野心的。杨俊想做霍光，想要独揽朝纲。公元290年，武帝病危，老规矩，有威胁的宗室全部安排出阵，诏令汝南王司马亮都豫州诸军事，出京镇守许昌，又令北军中侯王右乙点进兵，用以危急时刻防范杨氏。杨俊事急于武帝身旁，但在最后时刻，可能武帝发现杨俊有所不轨的举动，所以又突然改变主意，召留还未出发的司马亮委以后事。私以为武帝在最后时刻是希望召司马亮和杨俊共同辅政，其中司马亮为主辅，杨俊为次。此时事急尽忠，大臣皆不得在左右，诏书肯定对杨俊不利，所以被杨俊扣留未发。之后杨俊和皇后杨芷直接矫诏，以俊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武帝临终前还念叨：汝南王来位，意欲见之有所托。而这紧要关头，司马亮等人恐被后党所害，也不敢贸然进攻。晋武帝闭眼之际，都没能等到他的皇叔司马亮。武帝驾崩后，司马亮称病不敢入宫哭泣，带着随从的禁军躲到洛阳城外。这举动让后党逮住了口舌，诬告他在城外集结兵力，图谋不轨。然后让惠帝下令中护军张绍和司空石鉴领兵镇压。张绍是杨俊的外甥，自然相应积极，但司空石鉴却没立即出兵，而是一直观望着。司马亮不知所措，期间有人劝他先发制人，直接领兵入宫废除杨俊。司马亮犹豫再三，最终还是觉得自己实力不够，星夜离京奔赴许昌。司马亮主动躲避，杨俊一人辅政权倾朝野。随后贾南风领着不会的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毫无理政的能力，贾南风败后开始走上政治前台，但惠帝和贾后都受杨俊和杨太后的牵制。同年8月，杨俊采纳弟弟杨继的策略建立皇储，
以惠帝名义下诏立广陵王司马昱为太子。太子生母谢九被册立为淑媛，然后把身边的心腹安插在太子身边，建立新的东宫。这批太子党里没有一个宗室。杨俊的2个弟弟杨继和杨尧，以及外省河南尹李斌，他们深谋远虑，为缓和与宗亲的矛盾，劝说杨俊召回司马亮，两人相辅相成，共同辅政。但杨俊不予采纳，杨继无可奈何，找好朋友上书左丞傅贤诉苦：若家兄征大司马入，退身避之，门户可得免耳。不尔行当赤足。我大哥如果此时主动逼劝，把大司马请回，还可保全杨家；否则他日必定满门被诛。傅贤也是个高人，他回答道：夫人臣不可有专，企图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亲以得安；外戚危，以宗室之重以为援。所谓唇齿相依，计之善者。杨继日益害怕，找到侍中石崇，让其向大哥杨俊转达傅贤的此番言论。杨俊不但不予理会，而且更加刚愎自用。武帝驾崩还未满1年，杨俊就自作主张地更改年号，为巩固自己的势力，大开封赏。借惠帝即位之际，下诏重赏群臣，但赏罚无度，遭到元氏族的不满，宗室对他更是咬牙切齿。杨俊深知贾南风性情难控，所以心存畏惧，不敢招惹他。但贾南风欲干预政事，而为太傅俊所役。我们从贾南风太子妃时期的所作所为，知晓此妇人心狠手辣，绝非善茬。比贾南风还小2岁的太后杨芷，当年依仗身份训责贾南风。武帝在位时，杨氏为尊，而现在惠帝登基了，贾南风也拜后了。比自己还小2岁的母后，成了他眼里最大的一颗沙子。要使贾氏集团秉权，就必须清除后党杨氏。公元291年3月，也就是武帝驾崩后1年未到，贾南风开始主动出击了。他先是安排自己的心腹宦官董猛去探查和联合那些反杨俊势力的官员。到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我们必须提一嘴，那就是武帝最后时刻安排以点进兵的北军中侯王佑。王佑这个人在史料上记载不多，也就寥寥几笔。傅佑以才智称为杨俊父心，郡之牌汝南王亮、退尉冠，皆佑之谋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此人本为杨俊的心腹，后来不知道为何，在杨继的谏言下，郡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一个掌管禁军的心腹被外放到河东，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矛盾，但史料上没有细说，我们也只能猜测王佑首尾于宗室和杨氏之间，引起了杨继的猜忌。但即使杨俊把禁军的统领逐一换成心腹，仍被贾后收买到了2个平时不被重视的禁军中级将领，殿中中郎孟观和李肇。私以为贾后绝对不会仅凭2个禁军中级将领就敢贸然发起冲突，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禁军内肯定还有贾氏集团和武帝安插的多位关键人物，这些人一定也跟王佑一样，游走于宗室贾氏和后党杨氏之间。搞定了禁军，贾后又开始联络同样被排挤的宗室。贾南风先是选择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被杨俊吓破了胆。躲在许昌的汝南王回答道：俊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杨俊太残暴了，我们不需要动手，老天很快就会收了他。贾后肯定不会那么天真，等着老天去收杨俊。接着他又让李肇联络坐镇荆州、手握重兵的楚王司马玮。司马玮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很快就答应了贾后，顺带还拉上自己的弟弟淮南王司马允，一同上表入京。对于杨俊来说，本就忌惮在外手握重兵的藩王，他们主动申请入京，那就更加便于控制了。于是先谕召入，防其为变，因遂听之。洛阳城内，贾后早已布置完毕，就等2位藩王到京。至于这2位藩王有没带兵入京，这个史料上没有记载。何况杨俊也不会允许他们带兵进城。那政变的人马和兵器，要么贾氏集团提前部署，要么禁军早已被渗透。这2兄弟在就藩之前，分别在禁军里任过职，这就给我们的猜测提供了无限可能。公元291年3月某个夜里，行动开始。司马玮屯兵司马门，司马晃领护军屯兵东耶门，司马遥坚屯兵云龙门，司马允屯兵殿中，太极殿控制惠帝。然后孟观和李肇上奏惠帝，连夜下诏书废除杨俊。孟观和李肇拿着诏书杀向杨府。贾后为了稳妥，又让司马遥领400人跟随其后。杨俊得知宫中生变，立刻召集府中人员商谈对策，主簿诸镇献计。今内有变，其去可知，必是燕树为贾后设谋，不利于公。宜烧云龙门以示威，引东宫及外迎兵。公自拥议皇太子入宫取奸人，
殿内证据必斩送之，可以免难。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火烧洛阳东门、云龙门示威，警告政变者自己已有准备，然后只声讨首犯，其他人就有机会被瓦解。再领东宫兵马前去护驾，名正言顺。毕竟禁军中还有部分是后党的心腹，连同东宫人马翻盘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俊怂了。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烧之？魏明帝曹睿斥巨资修建云龙门，烧了可惜。侍中傅之是个聪明人，见此状，请求与尚书武茂一起进入云龙门观察宫中事态。两人出门前回头对着群僚们说道：“宫中不能无人照料啊！”这一下子全明白了，所有人都跟着跑了。树倒猢狲散，孟观和李昭的兵马很快就包围了杨府，然后四处放火，派一队人登上院墙4角的高楼，往杨府里一顿乱射。杨府的卫兵一个都不敢冒头。禁军攻入杨府，杨俊害怕之际躲进了马厩，最终被冲进来的士兵当场用计戳死。杨俊幻想自己能成为霍光，结果德不配位，仅仅当了1年不到的权臣就横尸马厩。杨俊的2个弟弟杨瑶和杨继，果然跟自己所料想的一样，被连坐灭3族。杨瑶被杀之时，喊道自己有武帝早年所赐免死金牌置于宗庙石匣子内。司马瑶根本不予理会，直接命人斩杀。太后杨芷在政变之时，慌忙之下在帛书上写下“救太傅者有赏”的字样，然后用弓箭射到宫外求救兵。这份帛书后被贾后得到，便宣称太后与杨俊同谋，遂贬其皇太后尊号，将其幽禁于金庸城，也就是当年贾后险些被武帝废除幽禁的地方。贾南风当年有贾氏集团和皇后杨芷等人的搭救，而杨芷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时的太后已经毫无价值，无人搭救的杨芷最终活活饿死在金庸城。但贾后仍不善罢甘休，他命人将杨芷面朝黄土入灶，再在棺椁上贴些黄符和药水镇邪，让他永世不得超生，无脸面对武帝告状。不光是杨氏满门，杨俊的党羽皆被诛灭3族，甚至连一些局外人也都被公报私仇无端牵连进来。夜袭司马师大营，平定西北的猛将文鸯，被诬陷成杨俊同党，被夷3族。武帝晚年苦心栽培的杨氏后期，一夜之间被贾后联手宗室连根拔起。杨俊本有翻盘机会，但却被他自己的优柔寡断所葬送。如果换个结局，获胜的是杨氏，那贾后的结果也同样惨不忍睹。生死斗绝不可心慈手软。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问题，武帝驾崩之时，大司马司马亮也是有机会灭掉杨俊，但他选择退缩躲避。这一抉择就让对手和旁观者看穿了他的无能与懦弱。杨氏倒台后，贾南风没有马上显山露水，而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坐山观虎斗。他深知2位藩王从确定入京之日开始，就没打算再离开洛阳。但凡贾南风这个时候敢有所越界，那就是自寻死路。就凭他身边那2个禁军小统领，根本没资本与手握重兵几个藩王做对抗。果然，杀红了眼的司马瑶说要密谋废后，但贾南风只用一招就卸磨杀驴了。政变后第10日，贾南风让惠帝下诏召回宗室里辈分最高的司马亮，同时请出已经隐退的老臣魏冠，任命此2人共同辅政。此2人有个共同点，就是都跟楚王司马玮不和。然后寸功未有的司马亮开始对这次行动大行封赏。果不其然，此次政变功劳最大的司马玮，仅兼领北军中后，加授侍中，代理太子少傅。司马瑶居功自傲，竟然1天之内恣意赏罚300余人，这直接招致司马亮的一计。司马亮没让贾后失望，上任后迅速联手为冠上表弹劾司马瑶，指责他政变的时候不够坚决。司马瑶都杀了那么多人了，还不够坚决呢。最后司马瑶被夺了兵权，然后发配去代方郡，也就是朝鲜半岛那边。同时被贬的还有司马孚之孙司马茂，这2人都是旁系宗亲，都小司马亮1个辈分。而作为惠帝司马衷异母弟的司马玮，司马亮就没那么好对付他了。2人互相看不爽对方。在一次朝会上，司马亮再次联手魏冠，这次弹劾楚王司马玮，说他性情暴戾不堪大任，要他回封地就藩。但这次没人敢附和，贾南风和惠帝更不可能同意。本来就是想利用司马玮来牵制司马亮和魏冠，双方矛盾越激烈，对贾氏来说就越有利。司马亮和魏冠觊觎司马玮的兵权，不肯善罢甘休，没多久又再次上表。这次是让惠帝下诏把所有在京的藩王全部赶回封地就藩，但他这个辅政大臣除外。此举再次激怒了司马玮，但他无计可施，只能先拖延着。魏冠觉得应该先除去司马玮的羽翼，削弱他的兵力，于是从司马玮身边的孙弘和舍人齐城下手，
随后稽查到这两人曾经攀附过杨俊，二人惧怕，没敢告诉司马伟，而是直接去找了贾后身边的心腹李昭，谎报楚王司马伟发现司马亮和魏冠于密谋废除贾后，让贾后提前做好应对之策。史书上没有交代此二人是否被贾后提前收买，故意诬陷楚王激化矛盾。贾南风把握住时机，顺水推舟，他迅速让惠帝下诏，命淮南王司马允、长沙王司马运、成都王司马颖屯兵于各宫门，废除司马亮和魏冠的太宰和太保之职，然后连夜派黄门拿诏书给司马伟，命他领禁军缉拿二人。司马伟接过密诏时心生疑惑，这一下子要铲除两大对手，幸福来得太突然，有点不可思议，于是想要鉴别一下诏书的真伪。这个黄门也是个机灵鬼，马上回道：是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事关紧要，这本就是皇帝密诏，如果泄露出去，那缉捕行动就失去意义，刻不容缓。司马伟没再多想，即刻领兵开始行动。他先是拿着诏书召集36军，手写命令告于各军，说司马亮和魏冠图谋不轨，妄图废除皇帝，即刻免除司马亮和魏冠的所有官职，解散他们的所有属官，只缉拿司马亮和魏冠二人，其他人员不予追究。如有负隅顽抗者，军法处置；如能率领所属部先行投降的，封侯赐赏。随后兵分两路缉拿司马亮和魏冠。司马亮本就是个欺软怕硬之人，见李昭兵为府邸，架梯登墙往府里射箭，整个人都发懵。这时属下李隆进言立即调集府兵，全力抵抗，但司马亮仍天真地喊道：吾无二心，何至于事？若有诏书，岂可见乎？我对朝廷忠心不二，为何要抓我？如果有诏书，拿给我看。下属刘准见此，赶紧劝说道：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逸如林，犹可尽力拒战。这一定是奸人的计谋，我们府中俊杰如林，赶紧尽力抵抗。但司马亮犹豫不决，抱有幻想，最终被李昭轻松逮捕。由于司马亮辈分太高，禁军里无人敢下手。司马伟得知后下令，能斩亮者赏布千匹。这下一拥而上，司马亮被乱兵砍得面目全非。宗师司马亮就此成了八王之乱里第一个被杀的藩王。另一队人马也很顺利。魏冠见大势已去，不愿抗旨，结果当夜全家9口被诛。事成之夜，司马伟帐下舍人齐胜，劝说司马伟可以趁势一同灭掉贾氏，但其实贾后早有防范。淮南王司马允、长沙王司马印、成都王司马颖屯兵于各宫门，防的就是楚王司马伟，防范他调转枪头。而就在天刚亮之时，贾后身边的头号谋臣张华献计，今可遣邹于藩，使外军谢言。邹于藩是一种老虎图形的皇帝旗帜，用以传旨谢兵，然后说司马伟伪造诏书，擅杀朝廷重臣，众皆视杖而走，唯左右无复一人。时年20岁的司马伟刚灭掉了2个最大的政敌，还没能高兴几个时辰，就被贾后用计拿下处死了。贾南风一石三鸟，一夜之间除尽3大对手。魏冠当年身为太子少傅，却向武帝进言废除太子司马衷，因此是被贾充父女怀恨，之后罢官在家养老。贾南风故意将其请出来，要的就是这一时刻。短短3个月时间，利用司马伟除掉杨俊，利用司马亮和司马伟的不和，除掉司马亮和魏冠，最后卸磨杀驴，一并除掉司马伟。3方争斗，贾南风成了最终受益者。武帝10年心血，苦心布局，结果一夜尽毁。此后贾南风专治天下，威服内外，八王之乱告一小段落。贾南风上台之路虽充满暴力、腥风血雨，但他的执政手段却是相当温和。隋永主在上，其善政的10年间，选贤任能，用人不疑，纠正了武帝朝的一些错误，以及杨俊和司马亮的乱政。史料上说是朝野安静，海内晏然。如果继续如此温和执政，那将会在史书上为自己留下一段佳话。可惜他在后期欲独揽黄蓉，不听张华等人的劝告，在赵王司马伦和心腹孙秀的挑拨下，贸然废杀太子司马昱。这下彻底打破了宗室藩王与朝廷最后的平衡。东宫无主，司马氏族在其野心，10年的平静瞬间风起云涌。贾南风惹祸上身，最终因此殒命。赵王司马伦窃国称帝，手握重兵的各藩王皆窥伺皇位，为争夺皇位展开了长达6年之久的混战。乌桓和鲜卑等族就此趁机入侵中原。这其中的风云故事，我们下集再聊。